觉得侯浩是不是？侯浩，他更不适合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别喝了点猫尿，你就在这撒酒疯、胡说八道。什么侯浩又干这行了？啊，不是，你干嘛对侯浩那么大意见啊？我没对他有意见，我就说他不是你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当我有病，好吧？啊，但有些话我必须跟你说，徐可依。你说说。好，干你们那行的，能出来的有几个是白给的？你跟我说说，啊？我听说啊，李宗盛为了录歌自己做了把吉他，这不，还有那个什么叫薛之谦，啊，他随时拿个小本记灵感。周杰伦天天睡在录音棚，你哪怕老高呗，你看看他把自己逼成什么怂样了。他们这些人，都有一个共性，你知道吗？都长得帅呗。你天这呸！什么就帅了？他们热爱音乐。侯浩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什么玩意儿啊？他没有入门啊，我可以慢慢指导他的。你去哪儿？找东西。你找什么？我找个板砖啊，给你拍醒。你找吧，我要约会去。你要干嘛去啊？我约会啊！徐可依，你保护好你自己。从里到外，我都不想再看到你受伤了。哎呦妈！冯教授，哎，别，这冯教授啊，这腰受过伤，您还是做硬的吧。你还挺细心的啊。他这岁数还没见眼力劲儿，以后还怎么混？老严，哎，你比我想象的更成熟，更懂事。多谢您夸奖。以前啊，我以为你就是一个摇滚圈的老炮儿，也不愿意工作，就喜欢到处疯玩。但我得知你为了暖暖愿意留在北京之后呢，我真挺感动的。且不说你回北京能做什么啊，单凭你这份心，我就没以前那么担心了。我可还没同意他回北京呢，你不要自说自话。没关系，如果你们接受异地的话，我也没什么意见。我就是有点好奇啊，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没有？这具体的规划嘛，确实没有。不过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认真的考虑的。不用太多，3年、5年都行。我是一个母亲，我不希望我女儿未来的生活过于动荡，这一点你可以理解吧？理解，当然理解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爸，你哪儿疼啊？你哎呦哎呦的。我紧张。早干嘛去了？你这就叫泡妞一时爽，专帮火葬场。闭嘴吧你！唐璇来的时候，爹是怎么帮你的？我不要求你啊，有什么孝心？你有点同情心行吗？有，坐，稳当一点啊，稳当。我接到了1手的线报，我呀同情你，我就不跟你要这情报费了啊。据可靠消息表明，我妈今晚准备灌翻他。如果你要敢拦着的话，我妈又灌翻你。别介呀，你呀，好好劝劝你妈，劝劝你妈。我哪敢劝呢？我不要命了。你要是心疼潘家园，你这边上来了，这一大桌子菜全我吃。我心疼潘家园干嘛呀？我心疼你妈。根本就不知道潘家园啊，白酒3斤，红酒无量。要是你妈喝多了，那倒霉的就是我。哎呦，精彩了！
哎呦，今晚你们就使劲喝，这大鲍鱼呀、大虾呀、这大螃蟹全给我。转个圈儿。好，哎，好，再来一下。好了，这全是香的。然后呢，哎呦喂，哎呦喂，然后有一个秘密武器，什么呀？解酒的。哎呦，用不着。哎呀，人家是开酒庄的，以防万一吗？好吧，就这么吃了吗？特别管用。哎呦，小可，你在这干嘛呢？我等潘家园呢。又不是你犯了事儿，你紧张什么呀？我犯事儿，你总不能砍我吧？我爸犯事儿那是真要出人命的。他不是早就躲起来了吗？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咱俩今天晚上任务就是保证好我爸跟潘家园的人身安全。我们之间的矛盾，先放一放啊。咱俩没啥。那我看看妈和奶奶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啊？好，我在这等着啊。来了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是冰冰吧？啊，陈彬彬，潘姨啊，潘姐，没关系，叫什么都行啊。这位是啊，这是我的，我是他太太，我叫宋小可。哎，你好，小可，你好，你好。进屋坐吧。哎，好嘞，这个是给你带的2瓶红酒。哎呦，这么客气啊！哎，拿着。是自带酒水，去吧。我先带您进去。好嘞。哎，这家伙自己带酒能带水，来者不善。妈，奶奶，客人到了呀，来了，嫂子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林春的妈妈，也就是婆婆。阿姨好，这就是潘锦儿。啊，坐吧。哎，好。啊不，哎，坐这儿。啊，坐这儿不合适吧？哎呀，你是贵客，当然要坐主位了。来，好嘞。哎，谢谢。哎。真的假的？95年的康帝，真为了我爸下血本了。嫂子啊，那个林春哥不来吃饭吗？呀，他感冒了，怕传染你，所以就不跟咱们一块儿吃了。那个，哎，彬彬，啊，我带那个酒，你可以打开，酒很好，但是年份一般，你得先打开，然后醒会儿再喝。啊，那个潘姐，潘姨带的酒。哦，那让开就开呗。啊，开。来，这谁？阿姨气质真好，这看上去也太年轻了。这都得归功于我们那个大媳妇儿照顾的特别周到，特别能干。哎呦妈，谢谢夸奖啊！是我经常也听林春哥说嫂子特别能干。对，哎呦，他还老夸我呢。哎呀。其实，以前啊，
我也有做生意的经验。过去倒腾那个啤酒设备也赚了点钱，而且我还有欧洲的一些关系，不用白不用。我在安徽北里啊，还有一套3室1厅的房子，很长时间没人住了。这趟回北京啊，我准备花点钱好好的装修一下，这3、4个人住在一起，不成问题。我可不准你做生意啊，还倒腾设备，你不嫌丢人啊？又不是没做过。有什么可丢人的？那你调研过啤酒设备的行业现状吗？还真没有。啊，现在这个行业已经达到饱和了，而且国内的设备啊物美价廉，所以国外的设备从技术和价格上没有任何优势。我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户外用品。我的粉丝还不少呢，都是些驴友，我可以做直播代购啊，现在直播带货，对，直播带货，直播带货。哎呀，直播带货那些主播，好的主播就是风口浪尖上那几个，其他那些小小不言的主播真是惨不忍睹。其实销售额呀还不到成交额的1%，而且这个风头马上就过去了，你起个大早赶个晚集。哎，我爸还会写歌呢。哦，1年几首啊？每首卖多少钱啊？爸，你到底想干嘛呀？你一晚上就知道聊钱，哎，没钱不过了。不，你妈呀说的也挺实际的，要想过好生活，基础就是钱。没钱怎么了？大不了我养你啊！哎，咱俩有手有脚，还能饿死不成？这就是你对未来的规划是吗？靠女人养你？今天咱喝客人的酒啊，我们自己的就收起来了，我们也准备了。儿子，先给客人的。哎，好。小潘呐，哎，你哪儿的人呢？阿姨，我呀是台湾人。后来呢，又去了新加坡。不过我爸爸妈妈呢，都是在北京出生和长大的。那你还算是半个北京人。哎，是。那你们家原来住哪儿啊？我们家住那个东单北大街。我爸爸还在隆福寺开过书店，然后后来全家就都去台湾了。倒听不出来你有台湾口音啊。是你这不这么多年吗？我一直在大陆做生意，而且平常在家里啊，我爸和妈也说北京话。我爸总说，这个平生最怀念的就是这个老北京的爆肚跟酱肘子。我妈做酱肘子最拿手，今天是不知道，知道就给你做了。我跟你说，他爸爸干了一辈子琴行，把祖传那些手艺都传给了他了。我们家燕平特能干，在工厂的时候年年是劳模，做了生意更精明，更能吃苦。秀水街你知道吧？啊，知道。秀水街第一波练摊的就有他，牛不牛吧？我跟你说那个年代呀，哎，敢投机倒把的都是好汉。哎，我们嫂子厉害。那个这杯酒，咱们先敬一下远方的客人啊。对，这酒得醒透了，不醒透了它没那么好喝。哎呦，规矩怎么这么大呀？你说这不就是红酒吗？又不是茅台。妈，那个喝红酒确实需要醒一下。酒不用醒，人得醒。正所谓众人皆醉，我独醒。我先干为敬啊。哎，妈，你是，哎，你怎么不干呀？干呀，干呢？干。哎，好嘞，嫂子，敬缘分啊。对，我已经干了，你赶紧的。哎，太好了，冰冰来斟上。哎，赶紧的。冯教授，哎，我觉得虽然钱很重要，但是爱更重要。是吗？那你觉得什么是爱呀？爱就是两个人彼此吸引，想在一起，面对未来的勇气。那你觉得暖暖和你爸爸之间是爱吗？当然。怎么证明？他们对彼此都很好，为了在一起，他们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。
接下来我给你讲个故事，好不好？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教授叫 Robert， 他做过一个实验，他在一个大房间里放了一只猴子，还有一根杆儿。这个猴子每拉10下杆呢，就会有食物掉下来。但是实验证明呢，猴子并不是在食物掉下来的时候分泌多巴胺。什么是多巴胺？就是大脑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，人能感到幸福快乐，就是因为这种物质。实验证明，猴子并不是在食物掉下来的时候分泌多巴胺，而是在拉杆的时候才分泌多巴胺。也就是说呢，最后的奖励并不能给它带来快乐，它的快感呢来自于食物即将到来的时刻。多巴胺呢和快乐本身无关，而是对快乐殷切的期望，是对幸福的追求，而非幸福本身。那越听越糊涂呀。他想说明的是，我痴迷的并不是你爸，而是逐渐接近他的过程，继而证明我并不爱他。燕平，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再喝呀？没事儿，那个阿姨，我酒量也还行。对，妹妹来了，高兴。那个嫂子，林春哥吧，就总跟我夸奖你，说你是这个家的顶梁柱，说你为这个家呀操碎了心。这个我一看，我这个只能是自愧不如了。嫂子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来。咱也可以慢点喝。来，冰冰。啊？大伙啥？那这么着啊，我呢来敬我这个潘姨是潘姐，咱这就各论各的吧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让你给我造酒。来，这一杯呢，祝咱们中新两国人民友谊地久天长。我敬你。哎，好嘞。儿子，来满上，快点儿。哎，那个给我少倒一点就行了。哎，好嘞。那个刚才举杯了，但咱俩没喝上啊。这杯呢，主要是说，那我也凑个热闹吧。借这个机会就敬各位长辈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谢谢，谢谢小可来。儿子，哎，来，把酒给我，赶紧的，你这个刚才就不给我斟上。哎呦，谢谢嫂子，够了。没了呀！来，这杯酒啊，祝你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好不好？好嘞，咱俩把最后一点干了。哎，谢谢嫂子，借你吉言啊。赶紧干喽！哎呀。妈，这红酒我一口没喝，这一瓶就没了。红酒有什么可喝的呀？还是白酒劲儿大，拿白酒，快去。人还拿了一瓶呢，你看。拿白酒。不是，这还有一瓶，妈。哎，不是我说话不好使还是怎么着？让你拿白酒，你非拿这红酒，不喝不就浪费了？哎呦，得看，你说你这孩子够讨厌的，赶紧收拾。行了，岁平安。行了，我拿白酒，你坐着，没事。来，我来喝。哎呀，喝白的你行不行啊？那行，嫂子，那个我不挑，有酒就行。你们俩喝哈，这酒我喝过，好嘞，挺好。这杯给你。干了。干了。干。哎，好。我都干了。嫂子，你这酒量可以啊！哎，赶紧的。哎，妈，你还有什么招数，全使出来了，我们洗耳恭听。这个实验你也知道，你痴迷老严呢，不光是因为他有魅力，更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。我让我的助理搜索了一下，当年啊，老严是一个旅游论坛的首席版主，你每帖必回，而他却对你爱答不理。不是，那时候我挺忙的，也很少上网，不是
故意不回的？正是由于你这种态度，让暖暖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，所以一旦你回帖，他就会如获至宝。久而久之啊，就写进了潜意识里，让他渴望见到你，渴望获得你的认同，而这种感觉呢，会被误认为是爱情。这就是 PUA 的基本原理。什么是 PUA？要不是我妈，我现在就想把火扣你脸上。哎，放开！姐！嫂子，这什么酒啊，劲儿这么大？药酒，滋阴的。小潘，阿姨，你结婚了没有啊？什么？你结婚了没有？结过，不过离了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嫂子啊，你肯定感情不和呀。我前夫常年在欧洲待着，我呢就中国呀、新加坡呀两头跑，一年到头那一两面都见不上，肯定得离呀。那你没想着再找一个呀？就是嘛，你看你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追求你的人肯定特别多，是吧？能排出二里地去。谢谢阿姨夸奖啊。哎呀，不过我吧，我就觉得我已经习惯单身生活了，这样真挺好的。一个人吃饱了，我全家不饿，而且呢，我愿意干嘛干嘛，我不用照顾任何人的感受。你就没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多少有点孤单吗？那肯定的，孤单。孤独也是一种有趣的情感。哎呦嘿，你一旦习惯了孤独吧，你就会开始享受孤独。哎，这就好比你吃芥末啊，你吃第一口呛得你难以忍受，但是你一旦习惯了，你还就吃上瘾了。哎，习惯不了，我们不吃芥末，那我们就好喝酒。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哎，你下班回家了，哎呀，你觉得我今天上班实在是太累了，我就想回家躺床上歇会儿，看会儿电视。可这个时候呢，你老公过来跟你说，哎呦，我给你准备了特别好的烛光晚餐，你说你去还是不去？你不去吧，觉得你特别不近人情，你觉得你特别不懂事儿；你去吧，你说你自己都累得要死了。偶尔一两次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一辈子每一天要都这样，我觉得那肯定是要崩溃了。你们俩要出去旅行，你想去巴拿马，你想去巴黎，机票酒店都订好了，去还是不去？哎，还有比如说就是买了房子装修买家具，两个人审美差异那差的巨大，听谁的？听你的，他肯定回了家他没有归属感啊。哎，听他的，你每天一回家你就看这装修看这家具不顺眼，你特闹心，你就不想回家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一个人生活呢，有时候是有点冷清，可是冷清也不是贬义词啊。虽然生活中呢缺少了陪伴，但是只要你把婚一离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你就能轻轻松松的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没用，你们都没离过婚，就这种惊喜你们很难理解。哎，我们也不想理解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爱而结婚的，可是结了婚你就发现了，这婚姻根本守护不了爱情，它守护的是什么？守护的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和子女的抚养权。所以为什么现在婚内出轨的人比比皆是呢？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从本质上它就不符合灵长类动物的本性。你说的这只是个例，这世上幸福的婚姻比比皆是，不能因为你生活的不行，你就愤世嫉俗，你就破罐破摔。奶奶说得好，你太年轻，你们姜是老的辣啊，要不这吃个姜吧，咱这都不吃。那，那我觉着啊，这小潘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你说为了自由放弃幸福，那也算是求人得人呢。得什么人呢？他自己一个人就能生孩子？阿姨，我可以啊。
我可以找个人啊，给孩子找个基因优秀的夫妻。哎，这样我的孩子也可以拥有最优秀的基因啊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就像我跟我前夫，如果生了孩子，那很有可能我的孩子就会遗传他的乳糖不耐受，哎，也有可能跟他一样中年就脱发。但是我找最好的基因，那我的孩子就不会有这些毛病啊。那照你这么说，基因不好的人就无权生孩子，那品种不好的就得枪毙了。哎呦妈，你说你这想法跟希特勒有什么区别？哎呦妈，哎呦我没真急了这是。哎，奶奶回屋休息。没事吧，奶奶？有事儿，我心急，我心慌。哎呀，歇会儿，妈，别这么生气可不行。咱说着玩喝高了，你可这什么人？慢点儿，奶奶别生气。妈，别生气啊，这不聊天呢吗？哎呀，你这思想啊太前卫了，老人家根本没法接受。我要再听他胡说八道，我都想抽他了，气得我这心呐，嘣嘣都跳嗓子眼儿了。别啊！你说你爸什么眼光啊？跟这么个不三不四的女人那勾搭，是我都听不下去了。他要再讲下去，那小可都被他洗脑了。给你妈发微信，赶紧把他轰走。我看我妈那意思啊，是想把他给灌醉。真的啊？酒够不够啊？不够，拿2瓶灌他，快点。哎，奶奶，你别拦着我。不至于。哎，我这有酒。奶奶，你拿。你说嫂子，这让我弄的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打心眼里认为，就是这个结婚吧，我们都以为有这么一个受法律保护的结婚证，这个生活呢，爱情呢就能长长久久的。可是就因为有这么一张受法律保护的这个证书，然后我们彼此就不再拥有恋爱时的狂热，哎，我们对爱就没有敬畏心了，而且呢，我们彼此也不会再照顾彼此的感受，而且我们也不愿意为对方付出了，甚至是因为这个前后的落差很大，最后导致我们心生埋怨，而且甚至是会敌视对方。嫂子，你说的幸福，我觉得特别对，但是幸福吧，它分2种，一种呢，像你跟哥哥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哎，这是一种幸福。可我也一样啊，我自由自在的呀，我也很幸福呀，我觉得我其实特幸福。来，嫂子，喝一杯，来，咱俩拼幸福。哎，没了。把这点干了，嫂子，来分点。来干。哎呀，高兴。哎呀，嫂子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那我是不是有点上脸？上脸了。你怎么跟我哥一样还上脸呢？上次就是，哎呀，喝了没几杯就上脸了，然后醉的就不省人事了，还是我给他送回房间的。上次？哪次啊？在承德呀，头天晚上喝大了，第2天不就肾结石就犯了吗？哎呀，我陪着在医院做手术，我就看插那个尿管，我都觉得心疼。哎呦，真是多谢妹妹了，这要不是你呀，她得死外头。谢谢啊，谢啥嫂子？我谢你们才对呢。我跟你说，嫂子，上次在承德，我哥看了一尊佛，3万块钱。我看着那佛，我觉得我也喜欢呀。我估计我哥看出来了，眼都没眨，让给我了。去年我送到嘉德拍卖行去拍卖，嫂子，你猜我拍了多少钱？320万。哎呦，你哥他可真是高风亮节啊！所以说呀，嫂子，我这个情我欠大了。是我哥带我入了这古董行，又是我哥为我推开了这扇神秘的大门，在我空虚的生活里，给我射进了5000多年的文明之光啊！别客气，那都是他应该做的。嫂子，我哥为我做了那么多，人家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。我就想啊，我得报答人家，我得把人情还来呀。可我哥呢，连个机会都不给我，不光不给机会，还把我给拉黑了。他为啥拉黑你啊？哎呀，我跟他说我要带他去新加坡收货，我这心里不就想嘛，我得还他人情呀，我想让我哥赚点钱呀。结果人家就直接把我拒绝，把我给拉黑了。我猜嫂子，我哥是怕你误会。
他那是有贼心没贼胆儿。就我们家那些个东西啊，一堆破烂儿，他啥也不会。哎呀，不能这么说，在不懂的人眼里，你觉得那都是破烂。可是懂行的人，那都是宝贝呀，嫂子。只有尊重和珍藏历史的人，才能够在当中收获那个财富和喜悦。就那些东西，我找人鉴定过了，全是破烂儿，没一样值钱的。嫂子，那是因为我哥品性高洁，把值钱的东西都让给那些知交好友了。嫂子，我说话直，你不能生气啊。你说，你要是让我哥潜心收藏，那绝对前途无量。那行，那你就带着他帮我往家里啊多挣点钱。得嘞，嫂子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哟，什么情况啊？嫂子，那咱俩拿水干。都拉上手了呢。哎呀，高兴。冯教授，我没你书读得多，说话呢也直，还有点糙，请您原谅。我也是个有孩子的人，所以说你对你孩子这份担心，我很理解，也很接受。天下的父母，谁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受苦啊？他对我只是占有欲罢了。我现在虽然挺穷的，关于事业方面呢，也看不出什么起色，但是我有脑子，我不笨，我也会很努力的。只要你给够我时间，我一定让暖暖在生活上无忧无虑，让她会感到幸福。这只是你的美好愿望，但是很大几率你做不到。你要是怕出车祸，你就不开车了，真可笑。我是这么想的哈，只要暖暖愿意陪在我身边一天，我就会竭尽全力去尽到一个男人的责任和担当。你疼暖暖，我丝毫都不会怀疑。我现在担心的是，暖暖会变心。我变心？你说是人话吗？老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家闺女看着成熟，但实际上她心里啊，真是还是一个小孩儿。我跟你说，她从小到大都特别的努力，那钢琴、书法、奥数、芭蕾，每一项她为了达标都会竭尽全力。她特别喜欢追求这些的过程，但她从不留恋结果。当初她为了让我给她买个钢琴，她连一双新鞋都舍不得买。那现在呢？你问问她，她多久没弹钢琴了？还有啊，她工作为了转正付出多大的努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你现在说一句“暖暖，跟我去旅行吧，赶快辞职”，她绝对一丝一毫都不会犹豫。她从小到大那些奖杯，搬家的时候她说扔就扔啊。如果你不怕被扔，那你不妨一试。这就是你的杀手锏是吗？我说的都是事实啊，老严。咱俩都是丧偶之人，你的心境我懂。好不容易燃起一丝对生活的希望，如果再次被伤害的话，那真是一辈子都爬不起来了。你说完了没有？最后一句，如果你敢冒这个险，那我祝福你，也祝你俩幸福。如果你不敢，那你相信我，凭我闺女的性格，不出半年，她就会忘了你是谁。
你在跟踪我？算是，我就想亲眼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你给我拍那组照片，让我觉得自己灵魂特干净，很喜欢那样自己。钱我赔不起，要不我给你做女朋友。这2年吧，我在大陆也看了不少商机，尤其是互联网层面的。嫂子，你就说，这全世界有哪个国家像咱们中国发展速度这么快？没错，你看短短的10年，就培养出了几亿的互联网的成熟用户。所以呢，我准备接下来要做一个 app， 神婆。啊，就是那个手机应用程序啊，就跟淘宝啊、跟微信差不多。我就想做一个呢线上交易的平台，我们在线下呢组织古董，然后在线上完成交易。这好，这垂直电商这个搞好了，未来有很大的前景。所以呀，所以我得让你爸来给我做顾问啊。我爸他又不懂互联网，懂收藏就行了呀。懂收藏的人多了，那干嘛非我爸呀？你找我是吧？我现在也有空间。为啥找你爸？那是因为人品呗。嫂子，我做生意这么多年，形形色色的人我看多了，大部分人，甭管是这个结婚没结婚的，这帮男人啊，基本上都来撩我。有一部分呢，就还算是有底线的，有一部分人啊，就让你特别不值。我跟你说，只有我哥。绝对能做到坐怀不乱。我跟我哥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我跟你说，他跟我就只有2话题，一个古董，一个我嫂子。